Nike Vaporfly 3，然后它的价钱是2399，然后还有再扣30%，一双497马币。马来西亚卖多少呢？995。最新的 Vaporfly 4刚刚推出不久吧，790多块耶。ASIC 的 Super Blast 2 560多吧，然后你在马来西亚买这双多少钱呢？849，超便宜耶。然后还有这双 Nova Blast 5，14900，366。然后马来西亚是卖599，太值得了吧？这一双 EVO SL 480多块吧，马来西亚卖629，而且断货你找不到，很难买，不买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耶。这一集呢，我是会录在日本买跑鞋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便宜？买不了。然后我现在人是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地方叫 Gotemba Premium Outlet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边的鞋子有没有便宜。主要我是会围绕着 Nike、Adidas 跟 ASIC 的3大牌子啦。那其他牌子的话，如果有经过，我也是会拍一拍给大家看，看看到底相比起马来西亚的跑步鞋，在日本的跑步鞋是不是会真的比较便宜？还没有看鞋子之前，先来吃个午餐，因为肚子饿了。然后第一间看到这一间很好笑，新加坡鸡饭。新加坡啊，家先填饱肚子，然后我们再继续逛街。第一站我们来到了 Gotemba Premium Outlet 的 Nike Store， 有看到这一双 Nike Vaporfly 3，然后它的价钱是2399，然后还有再扣30%，围起来一双497马币。马来西亚卖多少呢？这一双995。除了这一双 Vaporfly 3以外呢，大多数的鞋子都是比较旧款，在这个 Gotemba Premium Outlet 里面的 Nike， 好像这一双是 Pegasus 39，现在已经是 Pegasus 41，好像42都要来哦。那这一双呢，围起来是300块，然后再扣一个30%，大概210块。Pegasus 39。这一间 Nike 给我来说，它很像那个云顶的 Nike Premium Outlet 这样，大多数都是旧货啦，你要新的都没有啦，因为现在 Vaporfly 3都已经出到 Vaporfly 4了，旧货可以来 Premium Outlet 买啦。这一支影片是由 Envora Atroplex 所赞助。作为一位热爱跑步的跑者，关节的保养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长时间的训练比赛都对膝盖关节造成不少的负担，偶尔会出现酸痛僵硬的状态。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恢复，也为了更长远的维持跑步状态，我开始服用了 Envora Atroplex。它含有 Turmeric Extract， 里面的 Curcumin 有天然的抗发炎作用，能够帮助缓解关节肿胀和疼痛。同时还有 Type 2 Chicken Collagen， 可以修复软骨，减轻僵硬，提升关节活动度。对我们跑者来说，不只是速度和耐力重要，保护关节、维持身体状态更是长期坚持的关键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热爱跑步，或者是有轻微的关节不适，真的可以试试看 Envora Atroplex， 让你跑得更加轻松、更加持久。如果你也想要试试看 Envora Atroplex， 可以到邻近的 Guardian Pharmacy 选购，或者更方便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在 Shopee 上搜寻 Envora Atroplex， 在家就能轻松下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到了 Adidas Outlet。第二间我们来到 Adidas， 看一下 Adidas 有没有什么新的跑步鞋，还是全部都是旧货呢？这里有卖这个 Adidas Adios Pro 3，也是上一代的，新的一代是 Pro 4了。然后这个价钱呢，23799，扣了20% 过后，马币是大概564，其实也是算 OK 的，因为上一代嘛。然后它的价钱也是500多吧。然后这个颜色呢更加便宜，21199，这个颜色是502块，所以便宜过刚才上面的这个颜色。这里也有卖这个 Adizero Boston 12，然后它扣了的税的价钱是，扣完了这一双鞋是400块，可以说是因为 Boston 13好像是刚刚才出，这个价钱扣了过400块，其实可以算是蛮不错。这一双鞋子是上面呢是 Light Strike Pro， 下面是 Light Strike， 而且它也是有 Energy Rock， 所以400块来说，你们能够买到这一双鞋也是蛮不错的价钱。Adidas 来讲，比起 Nike 在那边全部卖的都是旧货，Adidas 至少它还有卖 Current Season 的货，所以我觉得蛮不错啦。刚刚看完 Adidas， 现在来看一下 ASIC 日本国产。
那 AC 一进来呢，就看见这个 Nova Bus 5 16500，可是是没有折扣啦。然后它的价钱马币换算起来是488，我记得这一双在马来西亚是卖599，所以就算它没有折扣的话，也是便宜。然后刚刚那个店员有跟我讲，ASIC 的嘞，它是有扣10% for foreigner 的，如果你有 show passport 的话。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个 Nova Plus 5 16500，扣了过后呢，10% 呢，它是440块吧。所以马来西亚卖这马币是599，所以立刻便宜了150令吉，所以是蛮值得在这边买鞋子。而且 JAL Nimbus 27是最新的，20900，这价钱呢是557块哦，扣完税过后，这个是最新的哦。那刚刚已经逛完3大品牌哦 ，Nike、Adidas 跟 ASIC。那基本上呢 ，Nike 呢都是卖的都是比较旧的货，除了 Vaporfly 3以外，那 Adidas 呢至少还有卖这当季的货。像是那些 Takumi Sen 10啊 ，Boston 12啊，价钱呢是扣20%，Nike 呢扣30%，ASIC 呢它其实都有卖这最新的货了，可是没有看到 Metaspeed 这些啦 ，Nova Plus 5、Nimbus 27这些都有然后它扣10% for foreigners。如果你是要买新款的鞋子你来这边就可能没有这样适合，你就要去别的店，它的专卖店，然后或者是你要买好像 Metaspeed 这些都没有。我们正前方就是一座富士山。现在我人来到日本的东京原宿附近的这个 ASIC Store， 它是 ASIC Flagship Store 来的。走吧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ASIC Flagship Store 有什么好逛的。展示柜上的鞋款呢，都是算蛮齐全的。这一双在 ASIC Store 里面卖的，那 Metaspeed H Paris， 然后它的价钱呢是27500。这里呢，外国人呢能够退税18%，所以围起来是24750，然后马币是738。这双在马来西亚卖1029，所以便宜了差不多整38%，非常值得买。在日本买这双鞋非常值得。还有这一双 S4 Plus 也是最新的，我觉得我最近好像看到 Malaysia 好像刚刚上货了。然后这一双呢，在日本这个东京的价格呢是22,000，然后如果退完税过后是马币590吧。所以我也是觉得它蛮适合。我觉得 Malaysia 应该是会卖800多900这一双鞋子。这一双鞋子的 S4 就是代表 Speed、Stability、Safety 跟 Sub4， 所以你如果要挑战 Sub4 的话，你穿这双鞋子，而且它的上面的中底呢是用上跟这个 Metaspeed 的一样的中底 FF Turbo Plus， 所以是非常软弹的，而且也非常轻。这双鞋子 Nova Plus 5在 Malaysia 卖599，然后这边当你扣完税过后啦，442一双。然后它也是有这个东京限量版 Tokyo Marathon 限量版的颜色。这一双呢贵一点点它也是 Nova Plus 5，扣完税过后呢大概是560，还是便宜过 Malaysia，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帅，因为是东京限量版。这一双 Super Blast 2马来西亚卖的非常好卖，常常断货的，而且这个是最新的色系。然后这个的价钱呢是24200，如果扣了税过后啦，马币是649，马来西亚是这一双卖着849，所以你在这边买直接便宜200块，649块你就可以买到 Super Blast 2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诶。基本上这边的 ASIC Flagship Store 呢，它的票价呢是跟 ASIC Japan 的网站的价钱是一样，可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嘛，所以呢你就能够享有那个18%的免税咯，所以它从它的面的那个 regular price 那边，你再砍一个10%，就是你能够得到的价钱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ASIC 在日本多少钱的话，你直接去 ASIC Japan 的官网，然后你看到那个价钱了过后，你再扣一个18%，就是外国人可以买到的价钱。但你要show你的 passport 啦。是元素，然后那边是表参道，
然后我现在站在这个 Adidas 的 store 这边，我们进去看一下 Adidas。我刚进到 Adidas 元素旗舰店，那因为店里面呢有播放一些背景音乐，有版权的问题，所以这一段我会消音处理。那现在我手上拿着的是最新的 Adidas Evo SL， 在日本的票价是18,000日币，外国人还能退税18%，所以换算下来呢是大约马币536。那比起马来西亚卖的629呢，还便宜了不少。这边也有 Adidas Adios Pro 4， 还有不同的配色。这双红色的 Pro 4也太美了吧！还有白色的，不过感觉不太耐脏。日本这边的定价呢是28,600日币，退税18%之后大概是马币775，比马来西亚官网卖的999令吉还便宜了20多%，真的是差蛮多的。逛完 Adidas 后，我们就前往 Nike 旗舰店。为什么 Hoka 在日本这么出名啊？要排队进去的哦。我去 ASIC、去 Adidas、去 Nike 都不用排队，为什么 Hoka 要排队？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可是我没有进去啦，因为要排队，不要浪费时间。现在我人来到这个 Nike 的 store， 我们进去看一下。Nike 旗舰店的装潢呢是以红色为主，整个视觉效果超抢眼。Nike Alpha Fly 啊，扣完了过后大概是马币1064，马来西亚是卖1200多嘛，所以也是便宜啊，差不多100多，可是不是很多啦。反而这一双 Nike Vaporfly 去哦，它扣了税过后啦 ，10% 过后哦，它是马币大概677块而已。然后马来西亚其实是卖这995，其实这样的话，它其实是比马来西亚便宜30多%，这一双是蛮值得买的，600多块。Zoom Fly 6也是最新版的，这一双呢扣了税过后呢，大概是500块而已。然后马来西亚是买789，所以也是便宜。所以基本上哦 ，Nike、Adidas 或者 ASIC 来讲啊，它的鞋子都是比马来西亚的便宜很多啊，至少20-30%。所以如果你下次如果你有机会来日本旅行的话，然后你又想要买跑鞋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来这些鞋店去看一看。现在我人在水道桥附近的这个 Step Sports， 那我是透过台湾知名的 Running YouTuber 介绍的，就是泽瑞。如果你们有看他的 YouTube 频道的话，你们就会发现他有介绍这一间店的鞋子非常便宜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 Step Sports 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。一走进 Step Sports 就看见展示柜上摆满了各大品牌的跑鞋，而且店家也非常的贴心，帮顾客们分类好了跑鞋的种类，逛起来非常方便。那这间店呢，一进来过后，它就有分 Safety Mode， 就是你看你的马拉松完赛的时间来断定你要穿怎样的鞋子。好像这个 Safety Mode， 如果你是全马跑4个钟半的，然后它也有分 Semi Light Mode， 然后它也分轻的款跟 Expert Mode， 所以它其实有分很多不同类型的。如果看 Expert Mode 的话，就比如说好像 Metaspeed 啊，还有这个最新的 Vaporfly 4， 刚刚推出不久吧。然后这里的日币是29,700，然后你再扣税18%的话呢，这双鞋子再扣到来大概是790多块哎 ，Vaporfly 4哎，最新款哎。可是这里买鞋有个问题呢，就是这种热门款哦都没有什么库存，就是说那鞋号啊，可能它会有很多都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这里买鞋虽然是便宜，可是库存方面呢就比较少一点。这一双 Alpha Fly 3，它在这间店哦有扣29%，然后再扣你 Foreigner 的那个 Passport 18%免税，这双算起来你懂多少钱吗？744块。然后马来西亚卖多少钱？1209块。哇，直接省了差不多400多块耶。Puma 的 Elite 鞋子 ，Vaporfly， 然后好像打个比如这一双 Vaporfly 3哦，它的折扣了的价格啦是19,900，然后如果你是有 passport 的话，你可以退税18%嘛，那扣到来呢，这一双鞋子马币532，可是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买这一双鞋的话是995，所以大概扣了50%多嘞，40多%嘞。那天我不是在那个 ASIC 的 flagship store 那边看到这一双讲这个 S4 Plus 的，然后那边呢扣完过后好像是500多块。然后这里呢，扣完呢，大概是480多块，
还便宜过 ASIC 的 flagship store， 因为它有扣多17%，所以这一双鞋子围起来才480块。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买这双鞋子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849块，所以也是大概扣了差不多少了30-40%的，非常值得。其实我是想要找 Adidas Adios Pro 4，可是这边的店都没有货，所以非常可惜。可能要去那个official store 它的那个专卖店才有。这一双 ASIC 的 Super Blast 2，这边的票价是22,900嘛，然后你扣完了10+7%过后呢，这个价钱560多块哦。然后你在马来西亚买这双多少钱呢？849，超便宜耶。然后还有这双 Nova Blast 5，这4900，如果扣了过后的价钱是多少？366。然后马来西亚是卖599，哇！这里买鞋真是太便宜了吧！300多块可以买一双 Nova Blast 500多块可以买一双 Super Blast 2，太值得了吧！最后终于还是入手了2双 Nova Blast 5，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，一双围起来只是380块。如果我用我的 credit card 换算回来过后，380块吧，相比起马来西亚599块的这个。还是便宜太多了，可是这2双不是我的啦，是帮朋友和家人买的。我总结一下，其实因为我去了3个地方嘛，第一个就是一开始去的这个 Gotemba Premium Outlet， 那边卖的鞋子呢都是清货的比较多，然后旧的款式，然后价钱虽然它是便宜一点，可是都是清货的款。第二次我去的那个地方是元素的，就有那种 ASIC、Adidas 的 Nike 的专卖店呢，它的价钱呢就跟网站的价格呢是一样的，是原价。如果你是外国人呢，你显示你的 passport 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18% 的 tax-free rebate。那边呢货源就比较充足。然后最后一间呢，我来到这个 Step Sport 呢，他们什么鞋款都有卖，不管是 Nike、Adidas、Puma、ASIC 都有卖，可是它的货源就比较少一点，所以你要找的鞋款呢，或者是脚号呢，就有时它很多都缺货，所以需要你来之前，如果你已经确定你要的款式那个鞋号，你来之前你先 IG PM 他们，然后你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货，然后你才过来。这里的价钱呢，有一些鞋款呢会比专卖店更加的便宜，而且有18%加7%的优惠。那7%呢，是因为我看那个杰瑞的影片呢，它有多7%的优惠，所以总共是在扣17%，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的。如果是在 Step Sport 买的话，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啦。所以我可以总结的说，日本的跑鞋大致上都比马来西亚的便宜。下次有机会来日本的话呢，你们就来日本买跑鞋就对了，至少都会便宜一个100-200块，或者28%左右，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原本这一集的影片要结束了，可是又要开回机，现在我又回到这个 Step Sport， 隔了一天，昨天我才刚来，今天又来，今天是在东京的最后一天，明天就要回马来西亚了。然后听到他们的 Pro 4刚刚进货，所以又来到这边来拿我的鞋子。来，我们看看。全部阿迪达鞋子刚到货，看几多。入手了这一双 Evo SL， 黑色，然后红色线条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飒。然后呢，我也有入手了这一双 Pro 4， 到时会开箱给你们看这2双鞋子的差别。哇，谢谢你。这个东星配色黄色，超漂亮了，喜欢吗？有我的 size， 很喜欢的这个。合脚吗？合脚。我觉得这个 size 刚刚好。扣了所有的税过后呢，这一双 Evo SL 是480多块罢了，马来西亚卖629，而且断货你找不到，很难买。这里有货，而且这个配色马来西亚没有。然后这个 Pro 4呢，在马来西亚卖999，我这边770多、780左右而已，也是便宜啊，20多%，所以不买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哎。Thank you。哇，买鞋喽！开心哦！
刷这去，这样多天呢，是不是今天最开心的？嗯，对，要赚更多钱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真的是要结束了，又是这个位置了。今天又入手2双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 like、subscribe 和 share， 记得留守我的开箱影片 Adidas Pro 4跟 Evo SL 的影片。然后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